你永远想象不到中国现在的债务有多恐怖，恐怖到什么程度？一个发展中国家背着几乎快要压垮全球的债务包袱，还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人口老化。2025年，中国的总债务是多少？455万亿人民币。你没看错，这不是个别企业，不是地方政府，这是整个国家全体公民和机构加起来的负债总额。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从刚出生那一刻起，就背上了32万元人民币的债。根据2025年5月央行信贷收支表，中国的表内贷款总量高达270.2万亿元，这是政府、企业、个人通过银行获得的间接融资。而另外的直接融资，债券市场总量为184.9万亿，涵盖国债、地方债、公司债券等。数据来自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4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。再加上花呗、借呗、信用卡、民间借贷这类看不见的黑洞，不在官方报表之中的债务，哪怕不统计，仅靠公开数据就已经直逼455万亿人民币。很多人会说，这数字可信吗？可信，因为这个数字不是外媒爆料，不是民间猜测，是央行亲手公布的数据。而现在的中国央行已经没什么动力去美化账本了。问题远不止于此。我们简单算一笔账，455万亿的债务，哪怕只算3%的年利息，每年需要偿还13.5万亿元人民币的利息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 GDP 为135万亿元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国家要用将近10%的财富仅仅去还利息，连本金都还不上。这还只是保守估计，实际贷款利率远远不止3%，而且债务还在以年均8%以上的速度增长。2025年，中国政府的广义财政赤字接近10%，仅赤字就高达12万亿人民币。如果不印钱，整个国家连利息都还不起。印钱则是另一场灾难，通胀、资产贬值、货币信任崩溃一样的末路。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债务还能靠资产价格上涨来对冲，那现在就彻底失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资产正在贬值。尤其是房地产，这个国家老百姓唯一认可的保值工具，一旦房子不涨价了，甚至贬值了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抵押物在缩水，而债务没有缩。现在3、4线城市的房产几乎失去流动性，连变现都变不了。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彻底沦为死资产，有价无市，抵押无力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正在肉眼可见的萎缩，而债务却在加速增长。资产贬值加人口萎缩加经济停滞，这是一场注定无法还清的债务游戏。社会财富在萎缩，但社会债务还在增长。现在还能借钱的是谁？不是私企，不是个人，而是政府和国企。是的，效率最低、浪费最多、回报最差的群体在继续透支未来。因为居民已经躺平了，民营企业不敢扩张，个人不敢消费，市场信心崩塌，剩下还能借债撑着的，只剩下拿财政兜底的国企和政府部门。这注定是一场饮鸩止渴的刺激计划，只会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。很多人说，日本也老龄化，也高负债，不也撑过来了？但请注意，日本是发达国家，是先富后老，而中国是未富先老。而且日本靠全球资产支撑，靠日其海外收入回流，有美日安保，有全球投资。中国呢？除了出口，几乎没有全球性资本收益。能靠一堆空置的现成房产来支撑人民币汇率吗？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全球第一。2024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 15.4%， 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
而2050年前后，这一比例将突破30%，劳动人口将锐减到历史新低。一个快速老去的国家如何支撑一个不断膨胀的债务系统？答案只有一个：无法支撑，注定崩盘。最恐怖的债不在政府，也不在企业，而在中国人每一个人身上。很多人以为这些宏观债务离自己很远，但真正恐怖的是，中国人均负债率已经突破71%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普通人手上可能连存款都没有，但已经默默背上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债。根据中国金融研究院和中国央行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居民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03万亿人民币。相比之下，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时，美国家庭负债率才不到35%，日本当年则是45%。中国人在没富起来之前就已经负债超载。2021年房地产开始暴雷时，中国居民负债率是64%，比美国次贷危机时高出1倍还多。2025年，这一数字已经冲到71%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大多数中产不是在靠工资生活，而是在靠借贷活着。他们的每一笔消费，每一个决定，都是靠透支未来做的赌注。然而，一旦失业、降薪、离婚、意外发生，这场赌博就立刻变成生存灾难。中国曾有一段时期把负债当成了信仰，房价只涨不跌，工资年年涨，那个年代的人，谁敢欠债，谁就是敢搏的英雄。很多家庭掏空6个钱包，只为凑一套首付，只为搭上这趟房价火箭。然而没人料到，这场全民负债的豪赌，最终变成了集体陷入的债务炼狱。今天的中国，负债的含义早已变了味。房奴之外，又多了网贷奴、信用卡奴、消费贷奴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网络贷款用户总量已超3亿人，其中约有6800万人存在逾期风险。也就是说，每5个借款人中就有1个已经还不起了。来自社交平台的小博主在7月8日发布的视频中，分享了一位粉丝的留言：我有2套房，贷款120万，信用卡欠3.5万，支付宝借呗19万，度小满10万，京东家已享花11万，总共约40万网贷。现在房子卖不出去，逾期快要来了，老婆坚持不下去了，准备离婚，我感觉我活不下去了。这并不是个例，在小红书、知乎、抖音上，负债求生的内容越来越多，不少人通过讲述自己的债务故事来吸引流量，变现赚钱。可真正痛苦的不是还不上钱，而是那种彻底无力、无解的绝望感。他们大多是30岁上下，学历不错，甚至有海外工作经验。可房价的下跌、岗位的萎缩、收入的中断，让他们直接从中产跌入深渊，连孩子的学费都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望。根据独立机构龙州精讯的研究，截止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可能已有2500万至3400万人正式违约，另有6100万至8300万人逾期未还，占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5%至7%。而且，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游手好闲的失业者，而是努力工作却仍无法逃离债务的人。他们很多是断供房奴，因为收入锐减或失业，他们无法偿还房贷。于是，银行拍卖房产，法院强制执行，最终他们不仅失去房子，还背负一生的债务黑名单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中国法院拍卖房产数量为168万套，而2022年后数据就再也没公布过。有财经博主推测，2023年法拍房或突破500万套，2024年更可能超过600万套。政府不公布是怕社会恐慌，而这些数字背后
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一夜之间从中产跌入深渊。他们再也贷不到款，无法置办新居，甚至有孩子的家庭要被迫流落租房市场。他们的人生从那一纸法拍公告开始就彻底改写了。目前中国背负债务的人口接近7亿人，几乎每2人中就有1人背着账单活着。这些债务包括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、消费贷、亲友借款等，甚至连婚礼、旅游、整形、iPhone 都有人刷贷款。城市里80%的家庭背房贷，农村里借亲戚用花呗。收入低的为生计借钱，收入高的为阶层体面贷款。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透支未来。有人调侃说，现在连谈恋爱都得先查征信，谁是征信大花户，谁就像背了不良记录的前科犯。数据显示，中国2024年个人征信系统查询量高达42.6亿次，远超全球平均水平。人们焦虑的不只是还不上钱，而是连信用都要一起崩塌了。曾几何时，中国人以爱存钱著称，储蓄率高达45%。但在过去10年，这种文化彻底被击垮了。因为你会发现，房价的上涨速度永远比你存钱的速度快。于是，年轻人转而选择贷款生活。iPhone 分期、旅行分期、教育贷、租房贷、消费贷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让无数人陷入永远还不完的循环地狱。一位网友这样形容：我有房有车，但都是银行的；我有生活，却不属于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负债行为是被政府鼓励的，因为它可以拉动消费，可以让 GDP 好看一点，可以支撑经济体表面的增长。可这就像在用信用卡套现盖新楼，短期热闹，长期毁灭。债务泡沫下的沉默，主流媒体为何不敢说真话？在这样一场全民债务灾难面前，我们几乎看不到主流媒体的声音。你很难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有关法拍房暴增的报道，也看不到居民负债率冲破70%的分析。最多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措辞，居民杠杆率有所增长，个别群体消费意愿不振。但事实上，中国的债务问题早已从金融指标变成了社会危机。它影响了婚姻、生育、教育、养老、阶层流动。它让一个国家陷入不敢生、不敢养、不敢消费、不敢辞职的死循环。我们正在亲眼见证一个用债务堆起来的经济体，如何在人口萎缩和资产泡沫的挤压下一点点瓦解。有人说，中国的债务还不至于崩盘，政府可以印钱，可以救市，可以强推债转股，可以让金融系统继续维稳。但所有这些解法都没有改变一个事实：一个不断负债、不断老化的国家，最终将无力支付自己的账单。债务崩塌不是一个时间点，它更像一场慢慢沉下去的溺水。你以为还能喘气，但水位在一点点上涨，直至头顶。而真正恐怖的不是这场溺水，而是大多数人至今还被麻痹在 GDP 增长、政策宽松、市场修复的幻想中。没人告诉真相，甚至连统计局都不敢公布法拍房数据了。可环顾身边，焦虑房贷、发愁信用卡、惧怕未来的身影比比皆是。债务的洪流已经来了，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在这条下沉的船上。